我们所有的这些拍摄的记录的设备里边，大多都是能支持 1080P 和 4K 的高清画质视频拍摄的。所以说最重要的2个方面还是稳定的效果和收声就是你声音的效果。然后先从这边看，这款麦克风是个枪麦，是罗德的 Radio Mic Pro。上一次旅行之中呢，使用率是0。那么这款枪麦呢，跟了我也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吧，它的收声效果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自从我开始用这个无线麦之后呢，我基本上呢这款枪麦呢我就不怎么用了。目前正在收声的就是这款麦克风，它是一款1 to 2的麦克风。那这款麦克风呢，平常我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如果有仔细看视频的话，应该还看到过来自于博雅的这么一款麦克风。对吧？那么这2款麦克风都是1 to 2的可以同时呢对2个人进行收声，收音效果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去切换立体声单声道都是可以的，收声距离也非常远。用博雅收声呢，使用率呢是50%，那用这款朗诗歌的麦克风呢也是占50%。为什么对它俩的使用率是各占50%呢？这款朗诗歌的麦克风呢，在我开车的时候，如果说使用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颠簸，你比如说过一些隔离带或者是坑峪不平的路面，它的收声就会断断续续的那声音是没法听的。那这款博雅的无线1 to 2小蜜蜂它的型号呢是 XM6。那在颠簸的路段，如果说我使用它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博雅的 XM6 的话，表现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现在呢换上了博雅的 XM6，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2款收声效果呢，你更加喜欢哪一款？朗诗歌的这一款麦克风呢，它在遇到颠簸路段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断断续续的？有可能是后边这个它这个小夹子是磁吸的原因可能是会出现一些干扰吧。那博雅的 XM6 呢，它不是磁吸的它这个小夹子是固定的。大家看，它这个小夹子呢是这样固定的不是磁吸的。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呢，我一般就不用朗诗歌了，一般都是用博雅这个。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的音质？这款麦克风呢，它是手机和相机都可以共用的。我这还有一款也是博雅的，这款麦克风非常小它的型号呢是 WM3T2， 这款是只能用于手机的收声1 to 2的。我现在正在用手机进行拍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麦克风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呢，我用完这个麦克风测试完这个效果之后呢，拔掉这个麦克风再说一段，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个麦克声的效果和不带麦克声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区别。 OK， 现在是拔掉麦克风了现在就是用手机来录制的这个声音效果，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对一下，更喜欢是用麦克风呢还是不用麦克风。那么我还有一个设备呢，也是经常使用的就是一个录音笔，这是来自 Tascam 的 DR40X。 我经常会在视频里边加旁白的时候呢，会经常使用到它，所以说它的利用度呢还是非常高的像我现在正在收声的博雅的 XM6包括那个朗诗歌的这些无线小蜜蜂都是可以去录制旁白的。只不过呢是我个人喜好还是比较喜欢使用录音笔。 OK， 那所有的收声设备也说完了，最后说一说什么呢？我单拿出来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几个我还是平常比较喜欢的一些关于拍摄呀剪辑方面经常用到的吧。第一个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吸盘了，这是幽兰子的 F22快装吸盘，大小呢有 4.5 寸它是一个气泵式的真空吸盘。那什么叫气泵式的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吸盘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可以去抽气的，可以非常方便便捷的吸附在任何的一个就是光滑的平面上。而且这个吸盘是我现在目前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吸盘里边吸力最大的一个。我平常在使用相机来进行拍摄的时候呢，我会经常用到它。你像这个吸盘我们可以随时给它吸到任何地方，单手操作都行。这样摁住它摁这个地方，当你摁不动的时候，这个吸盘就吸得非常牢固了。一般呢，我会配合这样一个怪手来使用。怪手呢，你这样装相机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调整角度了。这样我就可以把相机安装到这上边来了。你像平常我在这儿做饭的时候我就可以调整成这样的角度。你像这个吸盘你像这种光滑的平面你可以给它随时吸到任何的位置，都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吸盘的吸力都比我驾驶室的2个吸盘的吸力要大得多。无论是车内的拍摄下一步我可能会增加它车外拍摄的使用。
就是吸在咱们房车的外边啊，拍摄多个角度的。之后呢，我可能会多用它。然后呢，说说硬盘哈，我呢目前使用的是这3款硬盘。那么第一款呢是阿卡西斯的一块固态硬盘，大小呢是1T 的容量吧。那还有2块呢是西部数据的机械硬盘，大小呢分别是2T。因为这款阿卡西斯它是一块固态硬盘，它在传输数据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上呢是要比机械硬盘要大很多的。也就是说我在剪辑的时候呢我会外挂着它来使用。那么这2款西部数据的机械硬盘一般我就是用来储存我拍摄的一些素材，或者是呢拿它来当备份来使用了这是我硬盘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要说的这2个产品都是阿卡西斯的我最早使用的是阿卡西斯的固态硬盘，它的产品呢做得非常的精致好用，非常的人性化，而且呢我使用频率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款产品呢，它是有个保护套的我把这个外套呢给它脱掉。这款呢是一个拓展坞的产品，平常我在用电脑剪辑的时候传输数据的时候我都会使用到这款拓展坞。你像这个是插 SD 卡的，那下面这个小的呢是插那个TF 卡的，无论是你是大卡拍摄还是小卡拍摄插这2个孔。你像西部数据它是 Type C 的嘛，那这个拓展坞上呢就有一个 Type C 的口我就可以导给我的硬盘了。那它还带着USB 3.0 和 3.1 的口，用这款拓展坞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用来导数据导素材这上面还带一个耳机孔。那这一侧呢是有一个 PD 孔和 PC 孔，一个就是用来连接咱们电脑的，那另一个呢也可以用作充电来使用。那在它的另一侧呢有一个网线口和 HDMI 高清口。这款拓展坞是我用过的拓展坞里边最好用的一款，因为它真的非常人性化。平常呢我就这样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而且它所有的这个插口使用率最高的全都在上面这一层。以前我之前用的是一款那个绿联的它是插 TF 卡和那个 SD 卡呢是在一侧，然后插硬盘的呢是在这一侧，就非常占地方在桌面上非常占地方。那这一款就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以后呢又可以插一个固态硬盘，这个我还没有给它配那么我这么一个拓展坞就搞定了。那这款产品呢也是阿卡西斯的，它是一款 4K 的高清视频采集卡。做直播的时候如果用到相机的话，那是必须要使用一块采集卡。那之后我第2阶段的旅行呢，我也有可能会开直播。如果使用相机来开直播的话，那我的手机就可以解脱了。因为开直播的过程中可能突然来个电话吧，咱们的直播就断了嘛。我现在目前呢只有这一个手机，那么用相机来开直播的话，这款 4K 的采集卡就要派上大用场了。OK，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